你好，欢迎来到结构思考力网络课堂，带你一起学习结构会议力课程，让我帮你摆脱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糟糕会议。我是结构思考力的创始人李中秋。在这一讲我们课程的主题是用好2种模板来做好会议纪要。在第2个模块当中我们已经分别从会议发起人、主持人和参会者视角学习了一些组织会议、主持会议和参与会议的原则和方法。在第3个模块我们也从例会、研讨会和线上会议等不同的会议类型该怎么展开做了分享，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把会开短开小了。那么有没有落实结实呢？也就是有结果有落实呢？今天我就先从会议的成果来展开看一下。在这一讲你将学会用空雨伞、数据模板和呈现模板快速高效的编写会议纪要。那说起会议纪要很多人都会将其和会议记录混为一谈。那会议记录呢，是尽可能多的记录过程，把过程当中的各种讨论和发言都记录下来。而会议纪要最重要的是最后那个要字，它重点呢是放在会议的结果，而非会议的过程上。它不是会议的复原，而是在会议的后续的计划上。这个结果这个后续计划有可能是会议上领导拍板决定的，也有可能是参会者分析利弊投票决定的，各种过程不同，但纪要总是要写的。所以在课程当中呢，我们将结果这个要素的体现归类到会议纪要的编写当中。而且经常写会议纪要能带来很多好处。那对于公司的好处呢，我就不展开讲了，我单说一些对你个人而言的好处。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展现你的工作能力；第2个，培养你的全局观；第3个，提升你的个人曝光度。即使你不作为会议纪要的官方指定者，自己私下呢做好会议纪要，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部门或公司的工作，为自己的职场表现加分。那么当我们认识到会议纪要的准确含义和重要性之后来看一下一份完美的会议纪要究竟该怎么写呢？很简单，用模板。那课程里呢，我分享2个模板，第一个呢是速记模板，第2个是呈现模板。这2个模板需要你搭配来使用。会议进行中呢，用速记模板记录发言的要点；那会议结束以后呢，用呈现模板来整理速记内容。我们先看第1种速记模板，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空雨伞速记模板。那使用这种速记模板呢也非常简单，直接可以把你的笔记本页面或一张 A4 纸的页面，或者是 iPad 的页面，用一个 T 字划分成空白的空雨伞3个部分就可以了。那 T 的左下角的1/3呢，记录空，它代表目前的实际情况，就好似天空中有乌云，我们需要注意了。那例如说，销售部李经理汇报，公司第2季度销售量同比下滑20%。那 T 字的右下角的1/3呢，记录雨，它代表着对事实情况的解释、推理和判断。这好似说，乌云来了，预示着要下雨例如说，销量下滑是2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疫情原因，门店的进客率下降了50%；第2个是线上销售平台老旧，客户接待数遇到了瓶颈。T 字顶端的1/3处呢，记录的叫做伞，它代表根据上述内容所采取的行动。就好比说，下雨天出门要带伞。例如，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升销量：第一，加大线下促销力度，吸引新老客户；第2，尽快对线上平台进行升级改造，提升线上交易的量。你有没有发现要使用好空雨伞速记模板，哪一项能力必须的？没错，就是第2讲里边我们提到的理解的3个步骤。我们记录的都是发言的结论部分，对于结论的支撑理由，比如说下滑20%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原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这种过程性的描述呢是可以忽略省略的。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纪要和记录的区别。好，介绍完速记模板，我们再看一下第2种，叫做呈现模板。和速记模板不同这个模板输出的内容呢是要呈现给他人的，尤其是领导，以便领导和同事快速的统一会议思想和会后的行动。它的内容呢比速记模板的多一些。它们是什么？首先第1个，会议整体的概况，包含了会议的初始主题会议的日期、参会人等，明确会议目标，召开会议的明确的目的是什么第3个呢，问题区，大多数会议是针对一个问题，但也可能是多个注意标示清楚就可以了。然后是分析区，
记录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的分析，然后是方案区，记录每一个待解决问题的对应方案，并标注清晰是针对哪个原因的方案。然后是决策区，记录最终的决策。最要注意的是，最终决策一定要包含4个方面内容：要做什么，谁负责，什么时间完成，达成什么效果。使用这个呈现模板啊，也非常简单。概况、议题、参会人员这些都是现成的。其实你只要将速记模板当中的空的部分对应写进问题区，将雨的部分对应写进分析区，将伞的部分对应写进方案区，再将最后拍板确定的方案摘抄到决策区形成决策，再补上执行人、执行标准和执行时间就可以了。这样呢，一份完美的会议纪要就在你的手里诞生了。好的，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一讲呢，我们分享了2个与会议纪要有关的模板：会议过程当中快速整理用的速记模板和会议结束以后整理整合用的呈现模板。这2个模板搭配使用，几乎可以使用所有的会议类型。下一讲啊，也是我们课程的最后一讲，一起来看一下会后的落实与监督。我是李中秋，我们下一讲见。